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长久以来啊，这地沟油一直是困扰食品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就在今年7月中旬，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从上海一家公司进口了2000吨地沟油。那他拿这个干什么呢？经过他们的技术转化呀，这地沟油能变成飞机上天的生物燃油。你看，我们还怕地沟油上我们的桌，人家却把地沟油弄上了天。神嘛，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大受鼓舞。因为确实，你说这个地沟油，咱们经常有的时候吃个早点呢，到个大排档或者到酒店里点个水煮鱼什么的，你都担心这个油不是好油。因为这种担心也确实不是多余的。这些年来呢，我们有的朋友都不敢到饭店吃饭去了，确实对我们这个生活健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看人家荷兰居然把我们这地沟油拿去变废为宝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这地沟油可以干这个，那这样的话产生了效益了，这不就等于在源头上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吗？但是您别高兴的太早，说实在的，人家从上海进口这个地沟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说是那个铲除垃圾，它进口的是什么呢？是经过我们在上海已经处理过的地沟油，就是经过我们的一些技术。这个地沟油呢，已经转化成了0号生物柴油，就已经转化成了柴油了。然后把这个柴油呢，它运过去，人家有更高科技的，能够把这2000吨生物柴油呢，转化成生物燃油，就飞机上直接能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进口过去呢是那样，它可不是说是转化完了之后就100%的给飞机用。在这之前呢，英国加拿大有不少发达国家航空公司都试过用这种生物燃油，但是呢，它这个比例是这样，就是比方说，它现在这个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要开辟一条阿姆斯特丹到巴西里约热内卢航线，这么远的航线呢，它这个燃油它是这样比例，一半呢是原来的，就是该用什么油用什么油，另外一半呢是用地沟油转化出来的生物燃油，两下掺到一块。可是掺完了，有人说这好办呢，它进口的地沟油肯定便宜那比那石油不便宜多了吗？那回过头，它这个一转化成生物燃油，它成本降低了？不是，这个生物燃油比普通石油做成的那个航空燃油高3倍价格。就是原先这燃油，假如说10万块钱一吨的话，它得30万一吨。它为什么在价贵的情况下，它还要这么干呢？咱们可能这几年不少观众朋友都熟悉了国际上的什么哥本哈根会议什么的，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降低碳排放。也要说这个低碳环保现在是世界一个主题。作为世界一个潮流呢，好多的部门呢要求各个部门使用一些产品呢要低碳要环保，所以这些产品就有很大的商机。那么根据欧盟的内部规定呢，就是到2050年前后的时候，欧盟各个所属国的航空公司要把碳排放降低50%。因为我们知道飞机在天上要消耗大量的燃油，这个燃油会产生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好多不好的气体，同时也会排放一些有毒的物质。这个指标要在2050年降低50%，否则你就没有航空公司的资格。那么在这个压力之下呢，荷兰自己也定个指标，在2020年的时候呢，先把整个这个碳排放有毒有害的物质降低20%，到2050年再达到那50%。那么为了达标，它必须得在这个低碳排放这方面做文章，要不然的话，它将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失去自己的优势，甚至失去资格。所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琢磨一种生物燃油转化技术，就是把这个我们说的地沟油转化成生物柴油，然后根据这个柴油，它再加入一种高科技，把它转化成生物燃油。所以荷兰是为了环保这方面来达标，而这种环保在世界范围看已经不仅仅是公益的问题了，是一种压力，就是说为了整个地球的气候和我们的环境，你必须这样做。所以荷兰才万里迢迢的从中国进口地沟油到那边进行转化，它在价格上没优势，但是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会有很大的优势。那么虽然是说现在来看这地沟油由上桌改成上天，应该说离我们还挺远。为什么呢？
别说是对中国，现在就是对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像荷兰航空公司干这个转化成生物燃油，都是个高科技。可是没有这高科技，不等于我们就不能转化这个地沟油，因为它从上海进口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地沟油转化成了生物柴油，这个技术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有人说很成熟，那为什么不见这个生物柴油在我们生活当中广泛应用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核心问题。我曾经到过几个生产生物柴油的厂家，发现基本上都是也就半年生产，半年停产。为什么呢？俩原因。第一个，生产出来这东西利润太低，有时候卖不出去，很多使用部门不愿意要。其实这个生物柴油呢，压到这个汽车里头或者各个一些农具里头都管用，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环保指标，就是说呢，比方说我这个一桶油加到车里头了，只有10%呢添加的是这个生物柴油，那最后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会因此减少一半。假如我都用这生物柴油，那么整个的碳排放量也就是原来的1/10，而且它还不会产生像铅呢这样的有毒物质。说既然这么环保，怎么没地方要呢？因为你生产出来本身这个地方人家买过去，你的价格相对高，因为你生产成本相对就高，所以它的销路并不好。这还是次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原料难弄。为什么原料难弄？就是我作为生产生物柴油的厂家，我去收地沟油，收的价格没吸引力。比方到哪个餐馆去收去，那个小贩子底下拿回去做地沟油那些人，哎，他收那价格比你高。所以不少的餐馆啊，包括这个屠宰场啊，他会把一些废料、废油，他卖给那些黑心小贩子，他不卖给你这厂家，因为你收，比方说一桶你200块钱，人家一桶300，多挣100块钱，我为什么给你呀？所以这一类的企业现在普遍不景气。以前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2班制嘛，基本上蛮符合的。像现在的话呢，做了半天时间以后的半天就休息了，有的时候甚至半天都开不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发现，不是我们治不了地沟油，我们有这个技术，现在我们也有这样转化的环节。即使它不能让它上天当飞机燃料，我们转化成生物柴油，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有用。可为什么转化不了呢？你比方说，咱说收购这块，你给的价格没有人家小贩子给的价格有诱惑力。说那你不会提高价格，我作为一个生物柴油的这么生产企业的话，我也得讲利润呢，我不能赔本赚吆喝呢，我一下提高那么多本钱。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有人说那就不能约束这些餐馆屠宰场，不让他们把这个油卖给那些黑心小贩。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他不光是卖呢，他还买呢。你要到有一些基层的农贸市场，你看有的呢是什么金龙鱼啊、鲁化花生啊，正规厂家生产的，那是正规的。有的呢搁正规厂家那桶假冒伪劣，里头不知道什么油。但是这个油有什么好处？便宜，比正规那油得便宜一半带拐弯。它生产工艺也简单，架个大锅咕弄完了再提成再什么的。有不少的黑心企业偷着就干这个事儿，它利润特别特别高。所以我们说要从餐馆这角度来讲，他不仅愿意把泔水以高一点价格卖给这些黑心贩子做地沟油，而且他也愿意回收，收回来之后他省事啊，省钱呢，比正规的油省多了。有人说这得多缺德呀，看来就得好好的收拾收拾这些个餐馆的老板。其实啊，你要这么想的，只对了一半。人只要搞经营活动，本能就是趋利避害，本能就是我能省就省，省1分钱就等于多赚1分钱。尤其对餐馆这个行业来说，我们经常说开源节流，大家注意，对于餐馆来说，节流比开源都重要。因为开餐馆这自古以来叫什么呢？过去管它叫勤行，勤快的勤，眼勤、嘴勤、腿勤、手勤。就这行是吃辛苦的，这行的钱是怎么挣出来的呢？不是说我开发个新菜品让你都来吃来，这是次要的，主要是省出来的。就这行挣着钱，餐馆挣钱，节省是非常关键的。你比方说，你到好多餐馆你会发现，他买菜他不是早晨去买，早晨的新鲜菜出来都很贵很水灵，他是晚上菜场要关门的时候他买去。那个菜便宜，那时候挑剩的了。然后你看不少餐馆里边什么都省，那个冷柜不能省，把菜搁到里头，第二天别坏了啊。这为了什么？就为菜上省这点。
就饭店这个钱我们看，他要精打细算，一分钱一分钱的抠，得把它省回来。你再一个，我最后买油的话，正规渠道那油比这个油得贵1倍。他假如说我这油放到菜里头，也不会出太大事儿，他可能就昧着良心去选择这个回流的地沟油。所以我们说这叫理性经纪人。如果你用道德约束他，这个很困难。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开饭店呢挺不容易，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涨，尤其中小餐馆呢很难干，非常难干。现在这个租房子的人精打细算到什么程度？他怎么定这租金呢？他把你这利润都算好了，该收走他都收走。好多人开饭店，那租金他都背不起，为了这租金，他得精打细算，使劲节约。其实最后他能挣多少钱？等于大头都是租金让人收走了。那么他要想挣点钱怎么办？有的时候经济压力给他逼的，就得在这上做文章。哎，该说我多卖100块钱，这油回来我少花200块钱，就这么一进一出的，省这点钱他留下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呢，法律要严惩这样的现象，就是你昧着良心、道德败坏，你买这种地沟油为了自个儿挣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给他一个恰当的渠道，就让他能够在这个运转过程当中呢，不必依靠败坏道德的方式来获得利润。所以你看，我们要把这个地沟油转化过来，形成一个恰当的转化渠道。我倒觉得呢，咱们现在不难，咱有现成的模板。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和加拿大它是怎么做的。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地沟油的整治，应该说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辅助作用。2000吨地沟油飞往荷兰。那么说日本怎么做的呢？日本过去也曾经有地沟油非常猖獗的现象，但日本人搞得很好。他首先一个，政府去收这个地沟油，政府出的价格呢，比那个小贩子出的价格高。你琢磨琢磨，政府首先宣布小贩子收地沟油是违法的，那么我卖给政府1桶卖300，卖给小贩子200，卖给他还违法。我作为餐馆老板，我有病啊！我把这个卖给小贩子，我不给政府。哎，政府一提高价格，把它收上来。有人说，那政府这钱你不得经过议会讨论？哎，这是纳税人花的钱，最终通过这种方式要根治了地沟油，那纳税人是受益的。所以这叫把钱用到刀刃上了，提高收购价格。等把这个油收上来，第一时间往里兑蓖麻油，这日本人的办法，因为蓖麻油根本没法吃，兑进之后，你这油啊就再也没法回流到餐桌上了，以绝后患。然后把这个油干嘛呢？收完了之后，政府以平价，就比收购价格还要低的价格，给一些生物燃油公司，给他们做原料。亏空那块我们说了，政府拿钱补贴。那么这些生物燃油公司生产出来这个油，政府也给他补贴。一方面是补贴厂家有生产补贴费用，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他要卖出去了，哪家买了，政府也给补贴。这不在政府的维持之下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地沟油转化链。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保证让参与这个链条的所有的企业个人都能获益，一点一点的就把小商小贩底下那些黑心商贩做地沟油这市场给击垮击黄了，自然就淘汰了。所以日本是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杜绝了这个整个地沟油的泛滥。有人说，那日本弹丸之地啊，它这么运转灵啊，容易干呢？那你看加拿大，加拿大国土面积跟我差不多，他怎么办呢？你不要开餐馆吗？好，你开餐馆必须在你的后灶得安装那种地沟油的处理设备，就说你生产所有废弃物都搁到这个，如果你不搁到这里，你私自到别的地方去了，政府抓住重罚，罚的你倾家荡产。我让你永远也别想干这行当。你要开餐馆，你必须得按这个，这是硬件。那么说，有人来处理这个回收，这个费用不用餐馆出，这个费用你已经包括在你租金里了，政府在税收上给很大的优惠，所以他在源头上把可能生产地沟油的原料都给你控制起来了，然后那边加拿大再通过生物质油技术去转化。日本是什么呢？通过抬高地沟油的收购价格，也是在源头上控制你这地沟油不要往地下市场去流出。我认为现在中国完全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当然，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中国的餐馆太多了，屠宰场太多了，政府的力量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收购价格提高了，
那餐馆都愿意自己套个驴车马车的把这泔水送到你这儿来。所以有必要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管理，我们的卫生部门、检疫部门、相关的工商管理部门应该把这个事直接抓起来，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回收地沟油的渠道，这是第一步做到的。第二步呢，你把这个呢原料呢，我们说给一些生物燃油的这个制造公司，然后给他们要有一定的补贴，就跟我刚才说的日本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让那生产者没有利润。那么生产出的产品哪家用，要奖励这一家。你想既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同时又环保了，你这样的企业咱不该奖励吗？这样的话，你想想，你既然没法管每个餐馆底下偷偷摸摸的买地沟油，那好，从源头上我让你地沟油所有的原料都不能转化成这种害人的地沟油，把它原料这一关我们就控制起来，就让在这关直接转化过来，这不就在源头上切断了地沟油这个庞大而又隐蔽的地下产业链吗？所以就说，我认为这个只需要下大力气，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花到这上，我说这是好钢用的刀刃上，这算是花对地方了，这是利国利民，可以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大事。但是你要想长久的把地沟油问题治理了，恐怕就得从我刚才说的斩断这个利益链，因为它有利可图，才有人愿意冒险。你现在让它无利可图，把这都管起来了，把它都收上来了，然后呢，让从事正常的地沟油转化这个行业，不危害人民健康这个行业，它能够有利可图，那就吸引更多的资金和私企转化到这个方面，这个地沟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央一套在晚上11点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呢，就让我们很多干电视的人呢感到大跌眼镜，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部纪录片呢，让很多80后、90后这些很长时间都不看电视的这样的年轻人，在晚上11点端坐在电视机前，这些人甚至是咽着口水在看这部纪录片。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反映中国饮食文化的舌尖上的中国。我估计最近好多电视观众都会喜欢这部纪录片，而且很多没有看过的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啊，在网站上、在手机上下载看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总共7集，它说的就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这个片子每一集是52分钟，从头到尾呢，基本上把中国呀各个地方这个饮食的基本状况都体现出来了。来，菠萝排骨。而且他非常专注的做呢，这个吃的东西啊，从原材料的收集，一直到最后摆上餐桌这个全过程，就说怎么做的，他都给你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你看这个新疆的馕啊，东北的这个朝鲜泡菜啊，你再往南什么汤圆比方元宵，还有一些非常细致的小吃，像兰州拉面的羊肉串啊这些，在里边都有体现。那么每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纪录片的人，真像我刚才说的，经常是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看。看完了之后呢，有好多朋友啊跑到网上去搜。你比方说这个毛豆腐，这个片子播完了，毛豆腐这仨字在网站上的搜索量是过去的48倍。数据显示，舌尖上的中国开播后5天，共有584万人上淘宝找过零食特产，搜索次数达471万次，有2005万人浏览过相关美食页面，成交729万多件。所以有人呢管这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叫什么呢？叫吃货宝典。当然我们说这个吃货呀，我觉得不是个贬义词，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谁不喜欢吃点好的东西呢？所以说吃货呢，也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这部片子呢，可以说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从这个策划开始一直到最后成片，用了是1年001个月，13个月时间，派了前期调研员，派了3个人到各地方搞调研，就该拍什么。最后在全国呢确立了70个拍摄点。你想全国70个拍摄点，基本上把有代表性的这个饮食啊，差不多都囊括起来了。然后用了大概是8个导演，15个摄像，后期3个剪辑师，而且用的完全是高清设备拍的。所以你看那反映这个食品制作的画面，色香味的画面呼之欲出，特别逼真。我简单给大伙说，它有2点是这个基本的它能够收视率提高的要素。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片子里面呢，它反映了很多就是
家乡的事儿。你看啊，什么老大爷、老大娘、母亲、姐妹儿、婶子、大爷，这些人坐在一块儿呢，做这个饮食，做那个饮食，勾起了很多人呢对家乡的记忆。我小时候认为什么东西好吃，这个感觉带一辈子。我小的时候吧，家里这个偶尔的炸一炸丸子，哎，我对这个炸丸子我就觉得好吃。后来这么些年，一直到现在，我一见到丸子，不管它里边什么馅的，我都觉得好吃。其实它味道不一定好，但是感觉上第一眼一看我就有食欲。所以这个片子呢，就是通过这些细腻的笔触呢，让你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妈妈的温暖。很多人看这个片子同时呢，也是一种怀旧。《舌尖上的中国》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返璞归真的绝对理想状态的中国饮食世界。可是如果我们拿这个呢和我们现实当中的中国饮食状况比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差距是相当明显的。有的朋友进了超市不知道买啥了，今天买完这个，第二天电视报道说这里有问题。我们到了餐馆哪儿吃点东西，有人说这里有添加剂，那里有地沟油的，你无法用一双慧眼来判断哪种食品特别安全。那么我们这种现实反过来，就使我们对于小时候家里吃的东西怀有一种特温暖、特安全的记忆。所以这是比照现实，我们对这个片子产生认同感的第一点，也就是说对安全的认同。第二个，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认同。这句话是孔夫子说的吧？就说这个吃什么东西啊，精工细作。这一点我们在这部《舌尖上的中国》里处处可以看到。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能听到煲汤的时候，你听的声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这个声音。哎，米酒端上来，冒着那热气的时候，你仿佛就闻到了这种米酒的香气。小笼包马上要揭开屉的时候，呲呲那个声音，你能通过电视里边清晰的感受到。说白了，作为每一个吃货呀，看到这个那真是流口水啊，香啊，勾起你很多味觉上的一种回味。那么我们现在，咱们实事求是说，我们平常吃的能做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吗？能做到片子里头这活这么细吗？肯定做不到。为啥？咱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了，你哪有那些功夫来伺候一顿饭呢？咱们很多朋友说，为什么现在都在外边吃，不回家吃了？你下了班6、7点钟了，我再做顿饭，吃完一口再刷碗，一看点儿10点11点了，你还想休息休息呢？工作就挺累的了，咱们已经没有那些时间来对付一顿饭了。所以更多的是选择在外边吃，选择吃快餐食品。你像快餐面呢、速冻饺子，我们好多人都吃这个。而这种大量的需求，你吃有需求啊，又使饮食的制造业快速走向了这种集约化、快餐化、规模化。这个一规模化，必然走向一种标准化。假如说我们现在方便面这个面条制作工艺，如果真按照片子里边写的，一些面条从开始选料、怎么手擀、怎么切、怎么打卤，那厂子还能挣钱吗？它只能是快速的把这种东西按现代化的标准做出来。那它的味道怎么跟原汁原味下了那么多人工的食品比呢？就像咱们有的朋友看《红楼梦》，那做茄子都是茄子皮去了，切成丁，然后搁其他肉什么的，搁机油炸一遍，然后再混这个混那个，封起来，拿出来以后再炒。要一道菜你肯下这个功夫，那和马上就搁锅里突了一遍就弄出来的，你说哪个好吃？所以我们看这个片子，对比我们现在这些快餐食品，你就会想，精工细作的东西得多好吃，原汁原味的东西得多地道啊！所以第一个，这片子勾起了我们对安全的向往；第二个，这片子勾起了我们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向往。这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以后呢，引起了网友的激烈反响。我们来看2条微博。第一位朋友说呀，这片子呀，我是看的一边流口水一边淌眼泪。为什么呢？舌尖上的中国倒是很美很诱惑，可是嘴边的中国是什么味儿呢？大肠里到底干净不干净呢？你看他说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第二位网友说呀，这部片子承载不了多么宏大的主题，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有人就把它解读成这是对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次反讽，认为这里边展示的美食终究不过是一场梦而已。第三位朋友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原来的精细讲究已经变成了批量快餐了。那么既然精细，你就很难做到批量，快餐就做不到讲究。你真想追求
这部片子里的美食吗？你可能就要抛弃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去追求返璞归真，你愿意吗？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说它叫舌尖下的中国，咱不是说食品安全问题，也不是说快餐的工业化问题，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片子展示了特别理想的中国饮食文化，可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饮食文化，真就像这个片子里说的那样多姿多彩，没有瑕疵吗？打开你的味蕾，唤醒你的乡情。一部美食纪录片为何红遍大江南北？山珍海味，煎炒烹炸，饕餮盛宴的背后隐藏了多少不安与困惑？老梁观世界为您麻辣评说舌尖下的中国。传统下来的中国饮食文化本身，它也有一些不科学、不文明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认识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饮食文化？首先一个呢，中国这个传统饮食文化有一点被现在的营养学家广为诟病，什么呢？叫重口味轻营养。就你看咱们一提说这个吃饭这菜叫色香味俱全，色香味这三点都是外观和第一感触，他就没有提及到这个菜本身的营养成分。咱们中国这个传统饮食啊，过于重视味道。你比方说咱们传统的这饮食里，要想把什么东西做得好，一个是放油，一个是放盐，咸鲜味的它刺激你味蕾啊。所以咱这个传统饮食文化里边，你发现用油用的最多，这跟西方的饮食文化出现很大差别。我们好多的菜呢都要通过油这种高油脂的东西来弄。我就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村子，一调查说怎么高血压高血脂发病率这么高呢？原来这村子人甚至豆油都不吃，人就吃荤油，说你搁豆油炒的菜不香。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这个味儿，包括放盐。你像我作为东北人，东北人吃饭特别咸，这是不科学的，所以造成呢高血压呀这些毛病特别多。就是过分的重视色香味的话，你会发现一定会油盐调料放的多。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吃菜吃什么呢？就吃调料呢，就吃佐料呢。咱们现在有的朋友呢不自个儿做饭，那你到哪儿去呢？想吃点好就到饭馆。饭馆为了把客人留住，你记住他非得加上各种各样的味儿不可。我作为一个糖尿病人，我对这个体会非常深。就是我去饭馆，我一再告诉服务员菜里别放糖，可是你发现很多菜拿上之后呢就有糖，就是他原先在拌这个半成品的时候里边就放糖。为啥不放糖？它调不出味来。至于花椒大料茴香放的更多了，那油和盐就不用说了。如果你吃完觉得没滋味，你下次不来他挣不着钱了。所以饭馆根本不会管什么营养不营养，他首先要用味儿把你留住。所以这个现象是中国饮食非常突出的一现象。不少朋友愿意吃动物内脏，吃心肝肺我们叫下水。动物内脏往往都是高胆固醇的。也有不少朋友呢喜欢吃腊肉这些腌制的熏制的卤肉，包括这些东西，可这个里边时间长了都会产生类似亚硝酸盐这样的物质，对人体健康是不利的。我们保留这个什么呢？就它味儿好，我们喜欢这个味道。所以说中国传统饮食呢对色香味特别重视，我们也叫贪口腹之欲，吃着香吃着好，咱就认为这东西是好，其实它不见得科学合理。第二个不好的地方呢，中国饮食文化里头呢特别重视珍稀的东西，求稀求奇。你像什么东西要稀有，那咱们就爱吃。你看咱们平常说什么稀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说这个东西是珍稀，可其实这种珍稀的东西它有多大营养，它好吃不好吃呢？我跟大家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也可能我这味觉差，我吃不出龙虾螃蟹鲍鱼有多好吃。我觉得跟平常吃的猪肉青菜豆腐还不如那好吃呢。可是有很多人特爱吃这个，你看龙虾鲍鱼螃蟹乌龟蛇也很穿山甲，反正珍稀动物。我2003年以前吃果子狸，最后吃出事儿了，闹出非典了。好多人喜欢吃这个，他为什么呢？这是有我们传统文化里不健康的因素在里边。过去谁能吃到这玩意儿？帝王将相有身份的人。所以咱现在如果要偶尔你吃这么一顿，顿时觉得身份倍增。
脸上都泛油光。所以求珍惜往往是现实社会里阶级地位的一种反应。所以在饮食上呢，他就分出3、6、9等来，而不管这个东西真是有没有营养。咱们以前节目里也做过，那个燕窝那个东西没那么大营养，包括鱼翅，它就是珍稀，没多少营养。可是咱们有很多人呢追求这个东西，认为这个是好的，就是求珍惜。求珍惜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等级观念在大脑里头在作祟。在这方面始作俑者呢，中国有个大家叫苏东坡，一辈子经常得罪皇上，被这个贬到这儿贬到那儿，反正南到海南岛，这个东到福建那边，苏东坡是走遍了。苏东坡就是一个天生的大吃货，他见什么珍稀东西都想吃，别人不敢吃他敢吃。你看咱现在说什么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什么，苏东坡有好多个第一，别人不敢动他敢吃。结果苏东坡名气大，他还以这个呢沾沾自喜，给后世文人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气。重珍稀背后还有一层意思，重进补。咱们有观念是吃啥补啥，其实这个观念在现代科学里没有必然根据。还有第3个，对动物有些残忍。你比方说这个有一道菜叫泥鳅钻豆腐，把这泥鳅啊搁到锅里头，搁豆腐放一块，然后焖上，底下咕嘟嘟嘟嘟嘟就炖。这泥鳅怕热呀，就往豆腐里钻，最后活活在豆腐里边被烫死。所以这泥鳅的味儿呢都进豆腐里头了，底下那汤的味儿更鲜美。这道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属于一种虐杀。你记住，凡是我们虐杀动物往往都跟人类创造的刑罚有关。这叫啥？这叫请君入瓮。武则天时候2个酷吏，一个周兴，一个来俊臣。武则天要收拾周兴，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家吃饭，说周大人呢，我有个犯人，怎么跟他就是上酷刑他都不招，怎么办？周兴说简单，你呀咕嘟嘟嘟嘟点火，上面有个大罐子，然后把犯人搁罐子里边，你看他招不招？哎，来俊臣说这好使吧？好使，好，起火放罐子，也烧差不多了，站起来对周兴说，周大人请君入瓮吧，你进里边待着吧。哎，这请君入瓮的典故，你看这泥鳅钻豆腐就是个请君入瓮的过程。有些还过分的，你像醉虾，咱有不少朋友也是把这虾搁到酒里头，其实他没死，他醉了，然后活生生的就给他煎炒烹炸就吃了。比这个还过分的还有种叫铁板甲鱼，就把这甲鱼啊王八搁这个煨好了调料的这个凉汤放到这里头，然后底下咕嘟嘟嘟嘟嘟炖。这一开始一加热，这甲鱼热了它就渴，他就把这个带佐料的汤喝肚子里去了，然后一点点的炖，慢慢就把它炖熟了。炖熟以后，这甲鱼肉里边也有汤，外边有汤，那个佐料的味都进到肉里头了，那吃着相当好吃。可是你把这个过程还原一下，你琢磨它残忍不残忍？有这样的，有的人这么做了，那甲鱼在锅里翻滚，这个人还起了慈悲心的，看一眼这甲鱼盖上，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熟了就不疼了，现在疼，你看不假慈悲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跟现代文明有些东西是完全相悖的。那当然了，比这个还有残忍的呢。有的地方吃过活猴脑，活猴脑袋敲开吃猴脑，这个是现代文明绝对排斥的东西。咱们有部片子《满汉全席》，里边不就是吗？参赛选手搁这猴脑，很多人指责其实是假的，他用豆腐来代替猴脑。你看刚才我们看这一段，你就会发现现代文明对这个东西是绝对排斥的，是我们中国饮食文化里非常畸形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咱们很多人爱吃爱喝，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没有错。说谁是个吃货，我也不认为是个贬义词。我想吃点好的有什么错？就是我刚才说，舌尖上的中国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灿烂美好的一面。那么我们通过看这部片子，应该把它当做一种标准，然后更高一个层面是把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灿烂多彩、非常文明的一部分发扬光大。就像这个朱子治家格言里有那么句话，叫勿视势利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自杀牲畜。不要因为呢自己就是想吃想喝，就随便的摧残这些生物。这个呢也不是我们中国饮食文明里边的一个核心要素。所以说你从舌尖上的中国来反思舌尖下的中国，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好了，我们可能在现实当中，你不仅会做一个合格的吃货，也是一个快乐的吃货。